同学们好，我们知道二元系统相图横坐标是组成，纵坐标是温度。那么三元系统相图是什么样子呢？上一个知识点我们知道了三元系统相图组成用等边三角形表示，那么加上温度这一参数作为纵坐标，相图就变成了立体状态图。但立体图不便于应用，实际使用的是它的平面投影图。立体状态图和平面投影图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我们来详细说明，以此作为分析其他复杂三元相图的基础。首先出来的这个是水平放置的浓度三角形，以它为底，以垂直于浓度三角形平面的纵坐标表示温度，这样形成了一个三方棱柱体，三条棱边 AA 撇、BB 撇、CC 撇分别表示 A、B、C 三个单元系统。A 撇、B 撇、C 撇是三个组分的熔点，三个侧面分别表示三个简单的二元系统相图。E1、E2、E3 为相应的二元低共熔点。在二元系统相图中 ，C 撇 E3、C 撇 E2 都是 C 组分的叶相线，在三元立体相图中发展为叶相面。A 和 B 的叶相面也是从叶相线发展而来，叶相面同叶相线一样，也是一个饱和曲面。如果有一个负 C 的三元高温熔体冷却到 C 叶相面上的温度，即开始对 C 饱和，析出 C 的晶体。叶相面是两项平衡状态，三个叶相面像三个花瓣，上方是高温熔体，为单向区。E2、E 撇是叶相面 B 和 C 的界线，所以同时对晶相 B 和 C 饱和，是晶体 B 和 C 的共熔线。叶相降温到叶相线上，将同时析出 B 晶体和 C 晶体。同理，曲线 E1、E 撇、E3、E 撇分别为 AB、AC 的共熔线。三个叶相面，三条界线相交于 E 撇点，E 撇点的叶相同时对三个组分饱和，冷却时将同时析出 A、B、C 晶体。因此 E 撇点是系统的三元低共熔点，在 E 撇点系统处于四项平衡状态，自由度 F 等于0，因而是一个三元无变量点。三元系统的立体状态图不便于实际应用，所以我们把立体图投影为平面图。叶相面的投影称为出晶区，分别表示为圈 A、圈 B、圈 C。也就是说，叶相高温冷却碰到相应叶相面，初始析出来的晶体分别是 A、B、C。这个相图中，叶相面界线投影为三条共熔线，三元低共熔点 E 撇投影到平面上 E 点。投影图上箭头表示温度降低方向。专业相图为了能在平面投影图上表示温度，采取了截取等温线的方法。我们地理课上曾学过等高线，那么两者的原理是类似的。在相图的立体图上，每隔一定温度间隔做平行于浓度三角形底面的等温截面，这些等温截面与叶相面的交线就是等温线，然后将其投影到底面，并在投影线上标出相应的温度值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个专业相图，可以看到等温线使相图变得很复杂。那么大家很容易理解，三角形顶点温度最高，离顶点越远，其表示温度越低。还可以看到等温线有的地方密集，有的排布稀疏。回想等高线，那么同学们容易理解，等温线越密，表示叶相面越陡峭，推导得出叶相量随着温度的变化比较慢。我们先结合立体图分析吸晶路线，组成为 M 的 M 撇高温熔体冷却，降温到达 C 的叶相面，初始析出的晶体为 C。以后分析平面相图时，就看系统组成位于哪一个出晶区。如在这个平面图中，
系统组成点 M 位于 C 的出晶区，初始吸出来的晶体就是 C。再看立体图，液相点沿着 C 的液相面不断降温，但沿着液相面有无数条温度下降的路线，液相点是不是走哪条路线都可以呢？此时需要在平面图中运用定比例规则来加以判断。当液相中只吸出 C 晶体时，留在液相中的 A、B 两组分的含量的比例是不会改变的。根据定比例规则，液相组成必沿着平面投影图上 CM 连线的延长线的方向变化。在立体图中，就是沿着 C 撇 D 撇这条线向下降温。当液相点到 D 撇点时，将同时吸出 C 晶体和 A 晶体。液相点沿着 D 撇 E 撇界线向三元低共熔点 E 撇的方向变化。在投影图上沿界线 DE 不断向 E 点变化。在此吸晶过程中，由于固相中已不是纯 C 晶相，而是含有了不断增加的 A 晶体，因而固相点将离开 C 点向 F 点移动。当系统点到达 E 撇点，投影图上到达 E 点的时候，固相点到达 F 点。按杠杆规则，三点必在同一条直线上。此时从液相中同时吸出 C、A、B 三种晶体，系统进入四相状态，自由度为0，因而系统温度保持不变，液相点保持在 E 撇点，投影图上在 E 点不变。在这个吸晶过程中，固相点必离开 F 点，沿 EF 线向三角形内的 M 点运动。当固相点回到系统点 M， 意味着结束吸晶。此时系统重新获得一个自由度，系统温度又可继续下降，最后获得的结晶产物为晶相 A、B、C。这是以后我们要分析的平面投影图。只有平面图时，我们再分析一下 M 的吸晶路线。首先，系统组成点 M 在 C 的出晶区，所以首先吸出 C。固相点在 C 点保持不动，运用倍相规则连接 CM 并延长，液相点走向 D， 到达 BC 的共熔线，同时吸出 B 和 C。液相点走向 E， 固相里有 C 有 B， 三点一线。固相点走向 F， 液相点到 E 点时，同时吸出 A、B、C 三个晶体，四相共存，液相点不动，固相点从 F 向 M 走。当固相点和系统点重合的时候，意味着液相在 E 点消失，吸晶结束。从上述的吸晶路程的讨论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按照杠杆规则，原始配料组成点、液相组成和固相组成点，这三点任何时刻必须处于一条直线上，这就使我们能够在吸晶的不同阶段，根据液相组成点或固相组成点的位置，反推另一项组成点的位置。同时，利用杠杆规则，还可以计算在某一温度下系统中的液相量和固相量。这次课我们学习了简单三元系统的立体状态图和平面投影图。通过立体图的分析，了解了平面图中点线面含义以及吸晶路线。请同学们认真复习，为下次课较复杂三元相图的分析奠定基础。